众人一听，感到一丝疑惑。那既然不能在这里修炼自身大道，那神皇尊上带他们来这里，怎么提升实力？内塔之主带着疑惑的问题，好奇地说道：神皇尊上，我们所修为丹道，这里被您封印的大道中应该不存在丹道之法，我们该如何修炼？神皇尊上也非常的理解众人心中的困惑疑点，他的脸上浮现一抹笑容，并带着一丝神秘之色，仿佛即将揭示一个众人皆不知的秘密。我给你们演示一遍。神皇尊上缓缓举起手掌，一道微光从指尖绽放，飘散在空气中，化作无数闪烁的颗粒，洒落在玲珑道脉的空间中。旋即，他的身影仿佛与这里的玲珑道脉融为了一体。只要他微微闭眼，微微的一个不起眼的动作，都似乎在与这里的大道精髓进行着某种深邃的交流。众人的神色也宛如发现了新大陆般的惊奇，也不敢打扰，只是静静地站立在一旁，感受着在这玲珑道脉中所散发出的无尽而又玄妙的道韵。大道无形，修炼之道亦非拘泥于表面所看到所见到的。神皇尊上的声音随风飘扬，如同晨钟暮鼓，回荡在每个在场众人的心间。真正的修炼之道是心与道的融合，是感悟道法的玄妙真谛。话音刚落，神皇尊上身上的微光突然强烈起来，形成一道道光华，如同细丝般缠绕在他的周身。他身体的轮廓在这光芒中变得模糊，仿佛随时都可能与这里的所有道光合二为一。萧炎、灵动木、陈花仙子、云韵等大道主神都屏息凝神，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神皇尊上的每一个动作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丝细节。他们能感觉到神皇尊上所演示的并非是单纯的修炼方法，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哲学和精神层面的指引。神皇尊上闭上眼睛，双手轻轻摊开，一股无形的力量波动在空气中荡漾开来。很快，众人就能够感觉到玲珑道脉中的道韵之气开始剧烈波动，仿佛被神皇尊上的某种力量所牵引，开始向他汇聚。神皇尊上的眉心处出现了诸多道淡淡的光点，光点形成一道光洞，随着这光洞的出现，四周的所有道韵之气全部朝着那光洞汇聚而去。那时，萧炎他们看见神皇尊上的眉心处渐渐浮现出一道玄妙的光洞，那由数道无形的光点再组成，也正是玲珑道脉中被封印的大道之法。难道神皇尊上不仅封印了这些大道之法，自己还将其全部领悟了？众人有着难以置信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这岂不是这位神皇尊上拥有着多个大道之法，甚至都在3个大道之上？然而，他们的猜测却是错误的，因为这并不是神皇尊上拥有多个大道，而是他领悟了大道的真谛。他可以演变万千大道任何一个大道之法，因为所有的大道之法的根源都是一样，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的道义。修炼大道之法，并非只有你们所熟知的那些方式。神皇尊上淡淡的说着，他的手掌之中凭空凝聚出一枚丹药的轮廓，那丹药散发着淡淡的光芒，其中蕴含了丹道的恐怖气息。神皇尊上的声音在玲珑道脉中回荡，仿佛古老的梵音，触动着众人心灵深处的某个弦。众人惊骇地看着神皇尊上手中渐渐成型的丹药，眼中闪过一丝明悟。你们看这是不是丹道？是不是可以感觉到其中的丹道之法？所以大道之法并非只能通过自身所修炼之道去获得领悟。神皇尊上突然睁开眼，目光如电。我们可以通过领悟大道之法的同样根源，去领悟万千大道的真谛，转化为自身的力量。萧炎、灵动木尘等众人也逐渐的恍然大悟，原来神皇尊上带他们来到这里，并非是为了修炼大道，而是为了领悟大道的真谛根源。神皇尊上微微一笑，继续道：大道无形，但我们可以让大道变形，变为你们自身所修之道的形态。只要用我们的心去感悟，去触摸大道的真谛，就能够让你们领悟大道的根源。我的意思很明显，虽然如今的大道沉寂，但这里被我封印的部分大道之法的精髓，这些大道的精髓虽然与你们所修之道不同道义，但足以让你们去领悟。只要领悟了这些大道的精髓根源，你们的实力也同样会提升，突破大道之境。但是有一点要记住，你们可以将领悟到的大道凝聚出其他道形，但它的道法并非原本道义，而是你自身的修炼之道，借助大道真谛的根源去施展。所以释放的道义力量并非极致状态，等日后万千大道解除沉寂，你们的实力则是为提升一个层次，那等提升将会是片刻间，就能够让你们踏入更强大的神境领域。而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就可以通过大道真谛根源的同时，再融合自己的真正道义，所施展出来的道义力量将会是更为极致的恐怖输出。同境界之中，你们便是无敌的存在，因为你们拥有着其他大道主神没有的大道真谛。在说完这段话之后，神皇尊上的眉心处那由无数道光凝聚形成的光洞逐渐的消散，他恢复了平常的神色，转身对着萧炎、灵动木尘等众人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微笑。
这一刻，萧炎、内塔之主他们心中的疑惑似乎得到了解答。他们明白了神皇尊上的用意，修炼自身的道并非一成不变，有时候转换视角，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一件事的时候，便是能够更深层次的领悟大道的精髓，追溯根源，比单纯的修炼自身之道去直接提升会更为重要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我们突破迈向大道之境的门槛也指日可待了。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激动地点了点头，听完神皇尊上的这一段玄妙话术，让他们的心中有了对迷茫的突破。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突破大道主神的领域居然还有这种方法。此时此刻，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大道的真谛的敬畏，也对神皇尊上的感激。他们的修为一直停滞在半道神，而这次在神州皇国之中，也将是他们在修炼生涯中的一次最重要转折。因为在不久后的将来，他们将在领悟大道真谛的根源中，找到迈入大道主神的神境领域中，而且等日后万千大道解除沉寂，他们的大道之法将会更加的恐怖强大。神皇尊上见到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他们此刻的激动之色，内心也是感到欣慰。他身为9大界最强战斗力的天花板，就需要引导这些身怀正义之士，让他们突破更高的神境领域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也有着在今后对抗暗黑魔物时提升一些信心和地底蕴。还有你们4位，虽然已经是大道主神的修为，但对大道真谛的根源并没有领悟。如果你们一旦领悟，那么你们现在的所修之道也将会拥有着更强大的道法力量，甚至还能够加快对最终之道的领悟和探索。如果你们成功领悟，实力突破到大道后期没有任何的问题，至于大道巅峰就要靠自己的天赋了。神皇尊上的话倒是激起了萧炎灵动木尘花仙子云韵体内的热血，这股热血是对更强实力的追求，特别是到了大道主神境界时，其修为想要提升一丝都是非常的艰难，因为这等领域中的差距跨度实在是太大了。即便是无上传承者的萧炎灵动木尘，还是拥有花仙血脉的云韵，都难以在这样的领域中提升，除非可以获得自身神物的本源，不然想要靠着普通的神之资源去提升，那是几乎不太可能的。可是刚刚神皇尊上却是说，领悟大道真谛的根源后，便是能够突破大道后期的层次。看似他们的表面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，可是体内的血液宛如滚烫般的血水在翻滚。而且萧炎灵动木尘和花仙子云韵等人在神脉会中获得的东西，也要在这段时间里好好琢磨一番，说不定能够再让他们的实力再次获得提升。他们每一位都非常的重视10年后的神藏降临，如果他们再不提升自身的实力，恐怕到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大能者都能够足以碾压他们。神皇尊上，这10年的时间里，我们必定会突破修为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。众人似乎对自己都充满着极度的信心，这也是神皇尊上想要看到的一种态度。只有一直保持这样一份的态度毅力，突破修为不曾有任何的问题。好，那么接下来便是你们修炼的10年时间。说完，神皇尊上的身影宛如融入这方玲珑空间中，消失不见。众人望着神皇尊上的身影消失在他们的眼中，他们的目光开始扫视这方无边无际的玲珑空间世界，在他们的瞳孔中倒映出这里弥漫的大道之光，那些都是被封印在这里的大道之法。只要领悟这些大道之法的真谛根源，内塔之主10大神长老他们就能够成为大道主神，而萧炎灵动木尘花仙子云韵也会提升一个小境界的修为。很快，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率先进入了对大道真谛的冥想中。回想起刚刚神皇尊上对大道真谛根源的演变引导，内塔之主等人的目光从冥想中睁开，他们看到了一处从石桥下蜿蜒的河流，到两岸争气斗艳的花朵，再到远处轮廓渐显的山峦。他们开始尝试着放空自己的心灵，去感受周围的一切，去捕捉那些平日里忽略的细微之美，用心与感受到融合到。不知不觉间，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的呼吸与四周的无形无色的一阵风同步，心跳与远处的鸟鸣相应。他们感觉到自己和这座玲珑道脉之间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，仿佛可以通过这道脉与整个世界相连。但就在他们再去深入探索的时候，心中竟是动摇了一下，瞬间从那冥想中剥离出来。看来想要领悟大道的真谛根源并不简单啊，只要心中有一丝杂念或者念想，都会让我们脱离那种特殊的心境中。再来，内塔之主和10大神长老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。修炼之路本来就不是简单之事，只有不断的努力去克服一切，或许就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在这一刻，内塔之主10大神长老再次闭上眼睛，用心灵去感悟大道的真谛，追溯那万千大道同样根源所在。